我本是军阀少帅，只因妻子赵若雪喜欢权贵子弟，便抛下一切，收敛锋芒，隐姓埋名。本以为只要照顾好妻小的起居日常，做好丈夫和父亲分内的工作，就能得到他们的尊重。这什么馒头，这么酸啊！你这个废物，除了做这些还会干嘛？结果现在才知道，若雪不是不喜欢权贵，只是没那么喜欢我而已。在她的心里，一直住着一个白月光，周文。哎，张张，干什么呢？我老婆在里边上班，我来接她。你老婆叫什么名字？赵若雪。你老婆是赵若雪？你扯淡呢！什么扯？我老婆就是赵若雪。得了，大户人家娶几个姨太太，我信。一个女人还能嫁2个老公啊？这话什么意思？人家正牌老公早就有，你看看人家郎才女貌，你再看看你。小雪，你在干什么？你在干什么？云婷，你怎么来了？我来接你下班。你周儿不是出国了吗？来这儿干什么？我刚从国外回来，这次只是过来看看小雪和朵朵。我的老婆，我的孩子，用不着你来谈。周文是我朋友，关心一下我们怎么了？你在发什么疯啊？赶紧给周文道歉！让我给他道歉？哎，小雪，算了，云婷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别因为我让你们夫妻俩吵架。哟，他还真是赵若雪老公。不对呀，刚刚这小丫头不是还叫他爸爸来着？什么？朵朵，你叫他什么？我才是你亲爸呀！沈云婷，你闹够了没有？朵朵还只是个孩子，你跟他这么计较干嘛？哎，小雪，都怪我！我要是知道你现在过成这个样子，你这话什么意思啊？够了！你能不能别到处乱咬人？周文只是关心我，要不是你给不了我们更好的生活，别人会同情我们吗？你能不能反思一下你自己？怎么还怪到周文头上了？朵朵，我才是你亲爸呀！你在说什么？好了，沈云婷，你闹够了没有？你还嫌不够丢人吗？和我在一起很丢人是吗，小雪？你别忘了，当初他周儿为了仕途抛下你逃到国外去，是我这10年来任劳任怨的词。你不要说的你好像付出了很多一样，你对我做的只是最基本的照顾，换做任何人都不会做。没错。云婷啊，别嫌我说话难听，就以你的身份，能娶到小雪，那已经是祖坟上冒青烟了。照顾他们母女俩，那是你应该做的。小雪，对不起，我当年抛下你出国留学，我也是迫不得已。我只想出国深造，然后给你一个更好的生活。你在这假惺惺的做什么呢？你不觉得你现在说这话太晚了吗？小雪，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我会补偿你的，就算你嫁给了云婷。我的老婆，我会自己，用不着你。可你给不了福气，我能让小雪过上更好的生活，能让朵朵上最好的学，而你呢？小雪和朵朵有我就够了，用不着你在这虚情假意。你给我滚！沈云婷，你怎么跟周文说话呢？人家周文可是海归高材生，刚回来就被委以重任，还在营里担任副官，前途不可限量。而你呢？你只是一个底层人，你拿什么跟人家比？小雪，你不是以前最讨厌军阀权贵，现在怎么？以前是以前，现在有了朵朵，我必须要认清现实。难得周文不嫌弃我们，愿意对朵朵好。你为什么要因为你那点可怜的自尊心而拒绝别人的好意呢？云婷，你能不能不要这么自私啊？我自私？那我这10年不分昼夜、任劳任怨的照顾你，又算什么？最没用的男人，就是穷的只剩下殷勤。
10年付出，比不上别人3两句甜言蜜语。别再自取其辱了，你跟周文根本就不是一个世界的人。确实不是同一个世界。区区一个营的副营长，也配跟我比？就算他顶头上司来了，都不配跟我相提并论。好大的口气！沈兄，你病得挺严重啊。小雪，他该不会是疯了？沈云婷，你能不能要点脸啊？承认自己是个废物很难吗？小雪，你为什么就不能相信我一次？多多，小雪，其实我就是……接咱们的车来了，小雪，多多，咱们先走吧，别在这耽误时间了。哇塞，是汽车哎！妈妈，我长这么大都没坐过汽车呢。云婷，你现在知道你跟周文的差距了吗？以你的薪资，这辈子都坐不上汽车。多多，我们走吧。走。最没用的男人，就是穷的只剩下阴气。少帅，吕师长，你怎么来了？少帅，当年您脱下军装，选择隐姓埋名，属下不该前来打理，只是近来大帅身体抱恙，想见少帅一面，属下不忍大帅思念成疾，这才冒昧前来。对不起，属下恳请少帅回去见大帅一面。好，我跟你们回家。少帅，你果真愿意回家？10年了，既然这个家容不下我，我也该回自己的家了。属下恭迎少帅回府。恭迎少帅回府。我已经在醉仙楼安排了酒席，为少帅接风洗尘，还望少帅赏光。醉仙楼。哇塞，这里就是醉仙楼吗？好气派啊！周文，让你破费了。哎，举手之劳而已，只要能让你和朵朵开心，做什么都是值得的。时间不早了，咱们进去吧。止步！今日个醉仙楼被包场了，闲杂人等不得入内。你知道我是谁？我可是先锋营的副官周文。哼，区一个副官，你算什么东西？小子，睁大你的狗眼看清楚！今日个醉仙楼宴请的可是少帅，那负责开门的最起码都是营长级别。你一个副官，哪凉快哪待着去？少帅，这少帅是什么人？你连少帅都不知道？那可是我们大帅的独子，年轻时跟着大帅南征北战，立下了赫赫战功。如今这大帅的地盘呀，有一半都是少帅打下来。这么厉害，我之前怎么从来都没有听说过？那是因为我们少帅夫人不喜欢打打杀杀，所以我们少帅便褪去军装，隐姓埋名，选择做一个寻常人的生活。这么多年了，没人知道他在哪。真没想到，这样一个英雄豪杰竟能情深至此。也不知道是哪家女子有这种福气，能得少帅如此厚望。行了，宴会快开始了，你们赶紧走，别在这给我等到。看来我们今天来的不是时候。周文，要不我跟朵朵就先回去吧。好吧。周副官，周副官，还真是你啊！孙营长，你也是来参加宴会的？我哪有这资格呀？我这是沾了军长的光，作为守卫，在这里一睹少帅的风采。孙营长，来。这是干什么？周副官，
孙营长，我们呀也想见见少帅。孙营长，要不您带我们进去，就在旁边站着，绝对不会添麻烦。这……哦，您帮帮忙。好说，这样，等会儿你们几个一块儿跟我进去。哎呦，那可就多谢孙营长了。都已经处理妥当，咱们进去吧。毕竟像这种场面，普通人一辈子都见不到一次。太好了，周叔叔，你太厉害了！少帅，您这一走就是10年，大帅可是经常念叨。我知道，因为当年那件事儿，你对大帅还是有怨言。跟我闲聊。云婷，别怪爹，爹也是为你好。婉晴是个好姑娘，爹的眼光不会错的。来人，送少帅回房。少帅，那位夫人已经……行了，你再说。周老弟好福气啊，弟妹长得这么好看。哎，我之前怎么没听说过你结婚了呀？这孩子都这么大了。孙营长，您误会了。怎么，你们不是夫妻啊？我们只是朋友。不过，如果小雪愿意的话，我也愿意担负起一个作为丈夫和父亲的责任。是啊，弟妹，周老弟年轻有为，这未来的前途啊，那更是不可限量啊！这难得周老弟对你一往情深的，这孩子也喜欢他，我看你还是同意了吧。小雪，我周文，太突然了，你给我点时间考虑考虑。没事的，小雪，我会等你的。周老弟还是个情种。孙大哥说笑了。哦，对了，少帅是什么时候回来？这具体怎么回事啊？我也不清楚。但这一次少帅大张旗鼓的回来，我估计啊，是为了继承大帅的帅位。孙叔叔，你能不能多给我们讲讲少帅的故事？这说到少帅，这可就有的说了。我们家少帅可不同于其他的家族子弟，我们家少帅的名声，那可是在战场上靠自己一点一点打出来的。这想当年，我们家大帅被叛徒给出卖，四面受敌啊！我们家少帅就带了一个营的兄弟，活生生的杀出了一条血路，还不止于此，还活捉了敌军的指挥官，这才得以让我们大帅站稳脚跟。对，还有我们家少帅夫人的故事，这说起来啊，那也是一段佳话。哇塞，少帅好厉害啊！是啊，这也不知道哪家的姑娘能让我们家少帅如此倾心。妈妈，肚子好疼啊！这孙营长，我们先失陪一下。你请便。去。少帅，您稍等一下，我去招呼一下酒楼，让他们赶紧上菜。少帅这么厉害，要是他是我爸爸就好了。不准胡说，多多，这种话不能乱说，要是别人怪罪下来，我们可承担不起。哼，你呀，都被我们给惯坏了。走吧。云婷，你怎么
么来了？我是来赴宴的。沈云婷，你闹够了没有？这醉仙楼是你能来的地方吗？这话什么意思？今天到场的，要么是部队里的高官，要么是像周文那样的海归精英。你再看看你，一无是处，你为什么就不能有点自知之明呢？非要把我们一家人的脸都丢光吗？我能来自然是有人请我，一会儿你们就知道。你还嘴硬，你说的话连孩子都不信。你知道这场宴会宴请的是谁吗？是少帅。你还敢大言不惭说有人请你来醉仙楼？你配吗？真的是有人请我来的。小雪、多多，你们要相信。说谎！刚才妈妈还不如答应周叔叔的求婚呢。小雪，多多这话，小孩子胡乱说的。我没有乱说。多多，你给我说清楚，到底怎么回事？你给我放开！没错。周文是向我求婚了，那还不都是因为你无能？如果你有权有势，他敢跟我求婚吗？原来在你心里是这么想的。周爸爸，救我！多多，小雪，你们没事吧？沈云婷，你有什么资格来这儿？你都能来，凭什么我不能来？笑话！今天这场宴会可是少帅的接风宴。就连我也是托了关系才进来的，你又是怎么混进来的？自然是有人请我。请你？你以为你是谁啊？想混入醉仙楼，就以你这种下等人的身份，应该是花了不少钱吧？周文，你这话是什么意思？这不是很明显吗？醉仙楼宾客云集，就连我也是花了钱走后门才进来。他一个无权无势的普通人，想要进来的话，应该就花得更多。就是不知道他这钱是从哪儿来的。什么？云婷，他说的都是真的。小雪，原来我在你心里这么不堪呀！我真没想到你现在会变得这么虚荣。家里的钱是用来给朵朵上私塾的，你居然拿来争风吃醋！我们这么多年夫妻，你信他不信我？信你？从你嘴里说出来的有一句是实话。沈云婷，像你这种人根本就配不上小雪。那我想问问，像你这种肆意妄为、破坏别人家庭、给予别人老婆孩子，又是什么人？你疯了！居然敢跟周文这么说话，你还不赶紧道歉？让我给他道歉，他配吗？好，好，好，本事不大，口气倒是不小。长这么大，还从来没有人敢这样和我说话。那是你目光短浅，别怪我没提醒，不该动的东西别动，否则引火烧身，没人救得了你。一个下等人竟敢威胁我，我要是不听劝，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周文，你这是干嘛？你赶紧把枪放下！小雪，别怪我不给你面子，实在是他欺人太甚。刚刚他说的话你也听见了，今天他必须给我一个交代。别怪我没提醒你，你要是开枪了，全家都得给我陪葬。死到临头了还敢走？跪下，给我道歉！3、2、1，住手！敢伤少帅，我毙了你！什么？少帅？少帅？不可能啊！少帅，属下救驾来迟，让少帅受惊了，还望少帅恕罪。无妨，小场面。少帅，这不可能啊！不可能啊！沈云婷她就是个普通人，怎么可能会是少帅？大胆！少帅南征北战，立下过赫赫战功。你是什么人？少帅的一世英名，岂容你来玷污？我是云婷的妻子。你是少帅夫人，这以前的事了，现在的我不配当他的丈夫。云婷，你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我只是你们生活中的累赘。既然你觉得周文可以给你和朵朵更好的生活，又何必以我妻子的身份自居呢？云婷，我错了，都是我一时糊涂，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是啊，爸爸，你不是最爱妈妈、最疼朵朵吗？那是以前的事了。你们以前都是我的挚爱，为了你们，我抛弃了一切。可在你们眼中，我是什么？一个一事无成的废物。可有可无的工具，一旦找到了更好的替代品，便可以随时把我抛弃。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云婷。爸爸，你不要丢下我和妈妈好不好？我不是你爸爸，还周爸爸去。云婷，哥，周若雪，既然我的存在让你丢尽颜面，你又何必与我纠缠不清？我一次又一次的忍让，换来的是你的变本加厉，你还有脸自称是我的妻子？不，云婷，你不能就这样丢下我们。就算我们有不对的地方，难道你就没有半点过错吗？因为你说过，你告诉我说你最讨厌军阀权贵，所以我抛弃了一切，隐姓埋名跟你生活了这么多年。我为这个家付出了所有，而你呢？谁能想到，你为了自己曾经最讨厌的权势，而我这么多年的付出变得一文不值。云婷，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好不好？啊，周若雪，我给过你很多次机会了，你从来没有珍惜过。我真的不是有意的。别说了，我们一起生活这么多年，你们宁愿相信他的花言巧语，都不愿意听我一句肺腑之言。现在的局面都是你们咎由自取。云婷，少帅，这些人少帅想如何处置？少帅，是我有眼无珠，是我罪该万死。您大人不计小人过，您就饶了我这一次行不行？让他们滚！是。把这些闲杂人等都给我赶出去！少帅，少帅，云婷，你不能就这么丢下我们！少帅，老公，赶紧滚！没事吧？连少帅都敢得罪，我看你们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妈妈，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爸爸是不是真的不要我们了？好了，朵朵乖，爸爸不会不管我们的啊。该死，沈云婷怎么可能会是少帅？不行，不能就这么回去，我要解释清楚。10年了，少帅风采依旧啊！我们这些当年跟您走南闯北的老家伙，也已经两鬓花白，不堪重任了。是啊，少帅，大帅这些年身体一整，一直等您回来主持大局。听说您回来，他已经设宴，准备当众宣布少帅回归。怎么，少帅是还有什么顾虑吗？莫不是因为少夫人？事情发展到如今这般地步，我肯定不会再念旧情。只是终归夫妻一场。属下明白。李师长，烦请你找个时间，把这笔钱交给赵若雪，告诉他，拿了这笔钱，我和他恩断义绝，再无瓜葛，让他好自为之。对了，让那个叫周文的副官2日后出席宴会。是。周文不是一直标榜自己是海龟精，到时候你就会知道之间究竟有多大差距。沈云婷贵为少帅，怎么还要拿钱贿赂下属？我就说，沈云婷一个一事无成的窝囊废，怎么可能会是少帅？原来这些人都是他花钱找过来演戏的。怎么样，周文？云婷愿意原谅我们了吗？原谅我们？
他也配？周文，你怎么敢这么说他？云婷可是少帅。狗屁少帅！我可是亲眼所见，刚才的那些人都是他花钱雇来的演员。我说呢，部队旅团1级的军官我全都认识，可是刚才的那些人我从来都没见过。什么？这……哎呀，他还真是煞费苦心呀！为了把我比下去，竟然敢冒充少帅。小雪，这要是被人揭发了，可不光是他，就连你和朵朵也会跟着遭殃。这个废物，自己丢脸也就算了，居然还想连累我和朵朵，我这就去找他说清楚。哎，小雪，你现在去找他，他什么都不会说。既然沈云婷已经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你还去找他干嘛呀？也好，沈云婷，这可是你自己选的。从此以后，你我桥归桥，路归路，再无任何瓜葛。周老弟，孙营长，你怎么也出来了？周老弟，你藏的可真够深的。孙大哥，你这话什么意思啊？还想瞒着我？我都知道了。周老弟，你说，你早说你认识少帅呀？这何苦在这地层做一个小小的副官？少帅，孙营长，您刚才说周文认识少帅，怎么周老弟连你也瞒着呢？孙营长，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周老弟，理事长让我通知你，2日之后，少帅将亲自设宴，正式宣布。理事长让你务必参加宴会。什么？孙营长，你说的都是真的？那当然了，理事长的命令，这还能有假？周老弟，这有资格参与宴会的，那可都是政商界的名流啊。更何况你还是少帅亲自点名要求出席的，这以后可不能忘了老过我呀！哎呦，绝对不会。周文，你居然认识少帅？啊，那是自然。我呀，之前就是怕遭人非议，所以从来都没有提起过。这个沈云婷估计做梦也想不到你会认识真的少帅，他居然敢用少帅的假身份在你面前装腔作势，简直是可笑。其实啊，我早就知道他是假的了，我是看在你和朵朵的份上，所以想给他一个面子，可没想到他为了压我一头，居然花钱冒充少帅，真是不要脸啊！周叔叔，既然你收到了宴会的邀请，那我和妈妈也能参加宴会吗？当然可以。小雪，你不是一直都想见见真正的少帅吗？那这次宴会，我就带着你和朵朵一块儿去，让你们见识一下真正的少帅。太好了，周叔叔，你真厉害！爹，儿子不孝，回来晚了。起来吧，不晚，回来就好，回来就好。这些年你在外面受苦了，儿子不苦。既然你回来了，他们你也该见见了。他们谁啊？见了你应该就知道了。婉晴。是你？妈妈，他是谁？他就是萌萌爸爸。他是爸爸。她是我女儿。没错，萌萌就是你的亲生女儿。爸，这到底怎么回事？那晚过后，婉晴便怀了你的孩子，你倒好，丢下他们孤儿寡母，一走就是这么多年。这么多年，婉晴照顾着我和萌萌，你不在，我也没办法给婉晴名分。但是这么多年，她没有一点怨言，萌萌也很懂事。云婷，既然你现在回来了，就要好好对待他们母女俩。
你叫王王。嗯，对不起，我不是一个好爸爸。才没有！妈妈说爸爸是个大英雄，我们知道爸爸一定会回来的。但是这次回来能不能待久一点？我们很想爸爸。没想到我扔下他们母女俩不管不顾，婉晴却在孩子面前这么维护，而我对小雪和多多10年的付出，换来的却是欺辱和背叛，当真可笑。叫爸爸。爸爸。爸爸答应你，这次回来不走了。真的吗？太好了！怎么这么早就醒了？不多睡一会儿？这都是你做的，府里不是有下人吗？府里的下人怎么可能有婉晴这么细心呀？你不在的这么多年，一直都是他在打理着大帅府。云婷呀，你各项都比爹强，就是这看人的眼光呀，爹实在不敢恭维。别说谢谢，咱们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云婷现在既然回来了，以后慢慢的会照顾你们的。萌萌在画什么呢？我在画爸爸。画我？给爸爸看看。今天妈妈带我去放风筝，别的小朋友都有爸爸陪着，就萌萌没有。萌萌好想跟爸爸一起放风筝。妈妈说，萌萌就像那根风筝线，爸爸就是天上的风筝。只要我听话，爸爸一定会回来的。多多，你看这是什么？爸爸今天带你去放风筝。别的小朋友的风筝都又大又漂亮，你就只会做这种东西来糊弄我，拿出去肯定会被人笑话。可这是爸爸花了好几天。我才不要这个难看的风筝！那这个呢？今天是爸爸生日，我跟妈妈学做蛋糕。等爸爸回来，我一定要让他尝尝我亲手做的蛋糕。怎么又吃这些东西啊？我都吃腻了。多多，这些呢是爸爸亲手做的。石云婷，你能不能用点心？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你说你有什么用？周叔叔，周文，小雪，你们就吃这些啊？周叔叔，多多，叔叔带你出去吃。你自己在家吃吧，我们走。今天是我生日。爸爸，你怎么哭了？没事，爸爸跟你保证，以后一定会照顾好你和你妈妈。这才像话嘛！云婷，爹，既然你已经回来了，我可以把位置让出来，好好享享清福了。您要退位？没错，10年前这个位置就该是你的，可是你呢，为了一个女人，放弃了这么大的家业。爹，对不起，让你失望了。当年杀伐果断的少帅哪去了？现在的军队不比10年前了，要想服众，必须重拾当年的锐气。是。等你宣布回归，我会找合适的时机把帅位传给你，你也早做准备。明白？云婷，这个送给你。这是？这个香囊50年前就准备好了，现在拿出来送给你。婉晴，我已经亏欠你太多了。别这么说，你能回来我已经很高兴了。这个玉佩是我娘留给我的，这么多年我一直戴在身上。今天我把它送给你，
有了她，就是帅府唯一的女主人。这么贵重的东西，你就这么给我了？这块玉佩非你莫属。你放心，我一定会替你好好保管它。同样一件玉佩，晚晴风罗争霸，但有的人却将它弃如敝屣。现在想来真是可笑。云婷，我们也该出发了。今天是你消失这么长时间，首次在公众面前亮相，别让他们等急了。妈妈，爸爸什么时候出来？萌萌乖，耐心等一会儿，爸爸还有公务要忙，很快就出来了。你先去玩吧啊！哇塞，好热闹啊！那是当然，今天啊，可是少帅消失后首次出现在公共场合，能来的自然都是社会名流、达官显贵。周文，多亏有你，不然我和朵朵这辈子可能都没法接触上流社会。哈哈，这算什么呀？少帅慧眼识珠，我现在已经得到了少帅的赏识，将来啊，在军中的地位肯定也是水涨船高。小雪，你和朵朵跟着我，很快就能成为人上人下。这不是周副官吗？听说少帅这次点名让您出席宴会，周副官，您的面子还真不小啊。是啊，咱们这位少帅可神龙见首不见尾呀，10年来从未在公众场合出现过，没想到周文您竟然有幸结识少帅。周副官年轻有为，还是海归高材生，能被少帅选中，那也是情理之中。对对对，周官将来飞黄腾达了，可别忘了我们呢。今日过后，从前那个沈云婷将不复存在。周文、赵若雪，你们很快就会明白，那些对我的欺辱和谩骂究竟有多荒唐。诸位还请稍等，少帅马上就到。朵朵，你自己先去玩一会儿。去吧。你干嘛推我？萌萌，你是谁家的孩子？为什么推我女儿？这是谁啊？敢对少帅不敬？妈妈，他明明是自己摔倒的，他诬赖是我推的他。朵朵别怕，有我在，没人敢欺负你啊！你是什么人？凭什么欺负我女儿？他撒谎，明明是他动的手。胡说！我们朵朵一向乖巧懂事，不可能撒谎。我看到了，就是你无缘无故推人，你，哼！现在你们该相信了吧？是朵朵推的又怎么样？你知道我是谁吗？我不管你是谁，推了我女儿就应该道歉。哼，说的倒是好听，你们不就是想要赔偿吗？我是少帅的朋友，只要我们家朵朵愿意，他就能在这横着走。你不就是想要钱吗？好啊，那先让我看看你女儿伤了。别动我女儿！躲开！妈妈，那不是那个玉佩吗？怎么会在这个女人身上？小雪，这是我母亲给我留的玉佩，拥有它，就代表你获得了沈家的认可。现在我想把它送。我说你能不能别拿这种假货来讨我欢心，带出去也是让人笑话。把玉佩还给我！你到底是什么人？沈云婷的玉佩为什么会在你身上？你认识云婷？他是我丈夫啊，这玉佩是他送给我的。什么？云婷是你丈夫？那他呢？萌萌是我和云婷的女儿啊。什么？他竟然敢背着我在外面养女人！我说呢，这种场合下哪来的2个乡巴佬？原来是沈云婷的情妇和私生女啊！哎呀，真是没想到，这个废物居然连顾家都是装的。有一个狐狸精也就算了，现在居然还有一个这么大的女儿。小雪，我真替你感到不值啊！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快把玉佩还给我！这种窝囊废你也要抢？你这个狐狸精，和他一样下贱！你放开我妈妈！你老实点！我妈妈！不要碰我女儿！
一个贱女欺负了又怎么了？只要我今天就算是当着你面打死他，沈云婷也不敢说一个不字。你不要伤害我女儿！我知道了，你是云婷的前妻。知道他有家室，还恬不知耻的跟他厮混在一起，还跟他生下一个野种，你还要不要脸？不是这样的，你还想狡辩？怪不得他敢跟我们断绝关系，原来都是你们给他的底气。你怎么说我都行，这个事情跟孩子无关，我求你们了，放了我女儿吧。放了她可以，只要你现在跪下，给小雪磕3个响头。什么？你们知不知道云婷的身份？你们这样子欺负她的女儿，是云婷的身份，你不会也以为她是少帅？这个废物竟然还敢打着少帅的名义在这招摇撞骗！我不准你这么说我爸爸，他才不是骗子！不要打了，不要打了，我磕还不行吗？给我跪下！跪啊！给我磕！怎么连磕头都不会？好啊，那我来帮你。妈妈没事，还想在这装死？我已经给你们磕过头了，可以放了我女儿了吧？这么宝贝这个女儿，你不会真的以为靠着这个野种就能当上少帅夫人？告诉你，做梦！沈云婷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骗子，跟着她，你们永远只能做下等人。萌萌只是一个孩子，你也是一个母亲，你怎么能忍心对她下这么重的手？她算个什么东西啊？不过就是沈云婷跟你这个狐狸精生的野孩子吧。也配跟我的女儿相提并论？你怎么说我都行，但孩子是无辜的。现在你们气也消了，可以把玉佩还给我了吧？沈云婷究竟有什么好的，能让你对她这么死心塌地？这么一块废料，你居然也能当成宝贝？情义怎么能是价值来衡量的？沈云婷对你的情谊的确不能用价值量，因为根本就没有价值。想要玉佩是吗？现在你已经磕过头，让你的女儿现在跪下给我们家朵朵道歉，这块玉佩就还给你。什么？怎么说我都行，但孩子是无辜的。你少在这跟我装可怜！你们这种为了达到目的，哪会在乎自己的脸？今天不给我的女儿下跪道歉，这玉佩你休想拿回去！妈妈，这块玉佩是爸爸送给妈妈的信物，只要他们愿意把玉佩还给妈妈，萌萌就愿意给他们道歉。不行，萌萌又没有做错，为什么要给你们道歉？少废话，玉佩还要不要？要的话，现在就赶紧让你女儿跪下来给我们家朵朵道歉。你们怎么能够这样啊？有少帅给我们撑腰，看谁敢和我们作对！我爸爸马上就要到了，他如果知道你们这么欺负我妈妈，他肯定不会放过你们的。赶紧把玉佩还给我们！小东西，还敢威胁我？信不信我撕烂你的嘴？那个窝囊废来了又能怎么样？你真以为他能给你们主持所谓的公道？做梦！你们想要这玉佩，偏不让你们得逞。不要！不要！给我放开！还给我！放开！这下手也太重了，不会闹出人命吧？这给少帅不对付，首次在公里露面呀！这要闹出人命来了，但周副官是少帅的朋友，你少被一番责罚呀！周文，你怎么能下这么重的手？他不会……妈妈，你没事吧？妈妈没事。这不是没死吗？还敢跟我在这装？这张脸长得还真是楚楚可怜，就是不知道我要是把你的脸给毁了，还能拿什么勾引男人？不要！我不准你伤害妈妈！爸爸，你快来啊！快来救救妈妈！住手！住手！
爸爸，妈妈流了好多血，快来救救妈妈！你干的？我干的。怎么了？拿下！你想干什么？沈云婷，你敢得罪我？你知道我是谁吗？周文，敢对我妻子下手，就算你是天王老子，我也要让你付出代价。我打！你们敢打我？我错，别打我！谁呀？怎么穿着少帅的衣服，还敢在大庭广众之下对周副官动粗？难道……不会吧？不说周副官少帅请来参加宴会的吗？他怎么不认识少帅呀？还对少帅夫人下如此狠手？沈云婷，我劝你想好后果。周文可是少帅的人，得罪他就是得罪少帅。今天也别想安然无恙的走出去。我错了。停！少帅的可。沈云婷，你现在知道罢了。你不过就是一个冒牌货，而我才是少帅的朋友。今天这场宴会，就是他亲自邀请我过来的。我告诉你，识相点，就赶紧给我滚蛋！我看在小雪的面子上，或许可以饶你不死。周儿，我本来叫你来呢，是想让你看看你和我的差距，没想到你居然对我的妻子和女儿动手。今日你对我妻女所做的，一定让你百倍奉还。刚才你就是要用这个划我妻子的脸是吗？你敢？你看我敢不敢？住手！松开！孙营长，救我呀！周老弟，你怎么回事？你没事吧？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了！居然敢对周老弟动粗！怎么了？沈云婷，你还敢在这狂妄！孙营长，你一定要把我好好教训教训他！这衣服是……少帅，孙营长，他是假的。这家伙一直冒充少帅的身份在这招摇撞骗，他其实就是一个普通人。孙营长，包括那些兵，全都是他花钱收买的。周老弟是少帅亲自请过来的，那他跟少帅肯定很熟啊。周老弟说这人是冒充的，那他就肯定是假的。啊，这个霸子！你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冒充少帅！周老弟，今天要不是你在这儿的话，那我可就要被他给骗了。来人，把他们几个给我抓起来，严加拷问。我倒要看看你们几个乔装打扮混入宴会，到底是什么居心？慢着，你是什么人？承蒙臧副司令的信任，让我负责本次宴会的安保工作。不过嘛，如今混入了你们几个心怀不轨之人，本营长岂能坐视不管呢？不分青红皂白为周文开脱，毫无证据就冤枉好，没想到张副司令居然会把这么重要的工作交给你这种人。你好大的胆子呀！你小子不仅敢冒充少帅，还敢对臧副司令出言不逊，当真是活得不耐烦了啊！张副司令在军中可是德高望重，得罪了他，这下可是真没办法收场了。冒充少帅，冒犯张副司令，这都是足以杀头大罪呀！自己胡闹就算了，恐怕还要连累自己的妻子和儿女。我们已经跟他断绝关系了。我真是把这么多年的光阴都浪费在狗身上了。你少在这给我装可怜！你瞒着我和朵朵在外面养别的女人，还跟这个狐狸精生下了这个野种，你还有理了？我劝你嘴巴放干净点。朵朵和婉晴是我的人，那又怎样？我和朵朵不要的废物，他们也能捡去当宝。现在你为了你那点可怜的心犯下这等滔天大罪，现在连他们也受到牵连。今天谁来，
你们都走不了。放心吧，婉清，我这就带你去看大夫。想走？云婷，云婷，你怎么样？云婷，云婷，你怎么样？你未免太狠了心了。云婷为了你连家也不要了，你就这样对她？这个窝囊废，自己没本事也就算了，还想连累着我和朵朵当面出丑。我打他这一鞭都算是轻的。这一鞭子下去，你我恩断义绝。你若再敢对婉清胡搅蛮缠、恶语相向，我一定不会放过你。可是云婷，你居然为了这种女人，你敢这么跟我说话？我当着孙营长的面，你还敢行凶？孙营长，你一定要好好教训他。周老弟，你放心，他们落入了我的手中，我有的是办法让他们认罪。来人，把他们都抓起来，一个也不要放过。本营长要亲自审问。你们在干什么？都给我住手！张副司令，您来的正好，这里有人冒充少帅，而且还对您出言不逊。不过您放心，我马上就可以解决，绝对不会耽误宴会的进程。不长眼的狗东西，谁给你的胆子，敢对少帅不敬？老子毙了你！什么？少帅？他真的是少帅？周文，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不是说他的身份是假的吗？这不可能，不可能啊！少帅，他真的是少帅！来人，把这个有眼无珠、胆敢以下犯上的狗东西给我拿下！少帅，你饶了我！我有眼无珠，我目中无人。少帅，都是他骗我的。少帅，我要知道您是少帅的话，您给我100个胆子，我也不敢对您不敬啊！少帅，如果今天被诬陷的人不是我，是一个普通老百姓，会怎么样？张副司令让你负责宴会的安保工作，而你呢，为非作歹、滥用职权，不分青红皂白就要把人屈打成招，留着你，不知道将来会有多少无辜的人枉死在你手上。少帅，我知道错了，你饶我一次。少帅，张副司令，你的人看着办。是。来人，把这个狗东西拉出去毙了！少帅饶命！曾副司令。少帅，少帅，是我有眼无珠，我真的不知道您是少帅，我混蛋，我不是人。夫人，我对不起你们，我不是故意的，你饶了我一命行不行？我给您磕头，我给您磕头。都是你把妈妈打成这样，你是坏人，我才不要原谅你。不，少帅，不是这样的。我以后我给您当牛做马，我干什么都行。看在咱们认识一场的份上，你就饶我一命行不行？饶你容易，可我妻女受到的委屈谁来偿还？这一巴掌是替我妻子打的，打你为非作歹、欺男霸女；这一巴掌是替我女儿打的，打你目无军纪、无法无天；这一巴掌是替我自己打的，打你有眼无珠、罪该万死。饶命啊！你还有脸求饶？对他们这样的妇孺孩子都能下得去这么重的手，还有什么是你这个畜生不敢干的？小雪，你救救我呀！云婷，不是这样的，这都是误会，我们是一家人啊！你打也打了，骂也骂了，气也出了，你能不能原谅我？云婷，你从来都没有打过我的。那是因为我没有早点看清你们的嘴脸。现在想起我们是一家人了，你们虐待萌萌和婉晴的时候怎么不想？不是的，云婷，是我一时糊涂，我以为她是你在外面养的女人，所以我才……闭嘴！这么多年，婉晴一个人带着萌萌，对你们绝无半点怨言，而你们呢，对他们百般虐待，甚至想要置于死地。赵若雪，你良心被狗吃了！云婷，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晚了，你怎么对我都无所谓，千不该万不该，不该这么对我的家人。赵若雪，我今天就当着所有人的面跟你划清界限，
你不再是我沈云婷的妻子，你与我们沈家再无半点瓜葛。爸爸，就不要朵朵了吗？云婷，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你不能这么对我。从今天起，我沈云婷只有穆婉晴一个妻子，只有沈萌萌一个女儿。云婷，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难道还比不过你和他们相识的这几天吗？虽然跟他们相识才几天，但他们让我知道什么才叫家人。像你这种朝三暮四的女人，有什么资格跟婉晴相提并论？婉晴，我没事，云婷。我告诉你，赵若雪，今天婉晴和萌萌要是有个三长两短，我要你们陪葬。少帅，他们该怎么办？依法处置。什么？爸爸！云婷，不要！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我求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不好？现在知道求饶，晚了。云婷，你不能这么对我。我现在就带你去医院。少帅，这个败类该怎么办？这种畜生，我杀他天理难容。带下去。报，张副司令，大事不好了，大事不好了！出什么事了？慌慌张张的。大帅他遇害了。你说什么？大帅遇刺了，这怎么可能啊！少帅，我们现在该怎么办？喊我口令，全城戒严，不许放跑任何一个可疑人员。上副司令，麻烦你带婉晴和萌萌去趟医院。是。回车，回府。谁吃了雄心豹子胆了？敢在少帅宣布回归当天行刺大帅？少帅消失这么多年了，回来就要继承大帅帅位，军中呀肯定有很多人不服气啊。看来北京啊，这是要变天了。少帅能不能稳住当前的局势，说不好。爹，喊什么呢？这刚一回来就大呼小叫的。你没事呀？那外面那些人说你遇刺了，你也太小看你爹我了吧？难不成这消息是您故意放出去的？是的，军队新老交替，已经不是当年的班底了。有很多新人根本就不知道还有少帅你这一号人。你继任大帅，明面上他们不敢反对，但是暗地里做了不少的小动作，我们不得不防着。所以您是想通过炸死，让那些反对我的人跳出来？没错，你消失了这么多年，在军中的声望不比以前了。要是不把他们揪出，就算你坐上了大帅的位置，也坐不安稳。爹用心良苦，爹相信你肯定能肃清那些障碍。好了，不说这些，萌萌过几天要上私塾了，这些年你不在她身边，要好好陪她。明白。小雪，我真是没想到，这次大帅遇刺，我竟然因祸得福，因为在宴会厅的表现，得到了梁副司令的赏识，不仅把我救了出来，还破格提拔我为亲卫营的营长。周文，我就知道以你的才华，肯定能被重用。小雪，我早就说过，跟着沈云婷那个废物，你和朵朵永无出头之日。别看他沈云婷现在还是个少帅，等到梁副司令肃清部队里那些大帅的死忠之后，他少帅的身份就是他的催命符。到那个时候，他身边的人一个也别想好过。敢对我下这么重的手，早晚有一天我要千倍百倍的还回去。那个时候，你和朵朵估计也得受牵连。沈云婷对我们那么绝情，有这种下场也是活该。周文，以后我和朵朵就全靠你了。你们就放心吧，跟着我，你们以后就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太好了，幸好有你在，要不然我和朵朵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对了，你之前不是说要送朵朵去上私塾吗？你看，不就是上私塾吗？要上咱们就上最好的。最好的私塾？没错，能在那地方上学的，家里肯定是非富即贵。若非我得到了梁副司令的提拔，想要一个入学的名额，估计也没那么容易。太好了，周文，让你费心了。多多，以后在私塾，如果有人敢欺负你，你就告诉妈妈，知不知道？云婷，这是字画、手镯以及一些珠宝，都是我给私塾先生准备的礼物。你看咱们戴哪一样更合适？婉清，你这是关心则乱了。私塾呢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如果说
连教育都要讲人情世故，不送贵重礼物就不好好教书。那我宁愿萌萌不上这样的私塾。你说的对，是我考虑不周了。你也是为了萌萌好。这样吧，我们挑一件普通的礼物，表达一下我们的心意。都听你的。王老师，鄙人姓廖，在军队任参谋。这是我的儿子，希望王老师以后多多照料啊。原来是廖参谋，失敬失敬。这是我从西南带回来的一块上等玉石，虽然不算珍贵，但也实属不易，区区薄礼，不成敬意。廖参谋过谦了，如此贵重的玉料可不多见啊，无功不受禄，我怎么好意思收你这么贵重的礼物呢？这也是我们做家长的一番心意，您就收下吧。那我就却之不恭了。廖参谋，带着贵公子前排就坐。多谢。哎，客气。王老师，素闻您对书法颇有研究，这是我亲手书写的《长恨歌》，请您笑纳。敢问这位家长在哪里高就啊？我是一名大夫。我还以为这位仁兄是哪位书法大家，一字千金呢。哈，王老师，平时您要是有个头疼脑热、感冒发烧什么的，包在我身上。这样啊，那就带着你女儿坐到后排吧。后排？好吧。王老师，家境一般，略备薄礼。看材质，也就算是个普通的怀表吧。又来个穷酸，这私塾的入学门槛什么时候变得这么低了？这种贵族私塾，有的是底层人倾家荡产，挤破脑袋的想钻进来。王老师，这是我的女儿沈萌萌，您看她坐哪儿比较合适？沈萌萌是吧？看你女儿个头这么小，坐最后一排吧。那廖参谋长的儿子至少比我女儿高半个头，凭什么他能坐前排，我女儿要坐后排？都是学生，坐哪儿不都一样吗？那既然坐哪儿都一样，我看这前面还有位置，我女儿就坐前面吧。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胡搅蛮缠呢？我胡搅蛮缠，是你区别对待有失公正。这里是私塾，我是私塾的老师，学生坐在哪里由我说了算。哪儿来的愣头青？你到底懂不懂规矩？私塾的规矩是你定的，你是故意找茬是吧？说这么多，我就是舍不得给你女儿花钱嘛。没有厚礼，我们的孩子就要低人一等。你身为私塾的启蒙老师，居然凭借礼物的厚重程度，把我们的孩子分成3、6、9等，你就是这样唯誉师表的？放肆！你说得好，我们也是交学费进来的，凭什么孩子要低人一等？就是，你想怎么样啊？公平公正的给我们的孩子重新安排座位。不可能。那凭什么廖参谋长的儿子可以坐在前面？廖参谋长是军队的高层，位高权重，你一个穷酸怎么能和他比？没想到私塾居然会让你这样的人来给孩子们起名。你烦不烦？你懂不懂尊师重道？你要是还在这里捣乱，以后我就让你女儿站着上课。敢？我有什么不敢？这里是私塾，你女儿在我这里上课，那就得听我的。你以为你是谁啊？凭什么在我面前指手画脚？又有什么资格教训我？就凭我是北京少帅，够不够资格？少帅，谁敢冒充少帅？这不找死吗？对呀，现在可以给我女儿重新安排座位了。不敢，少帅，想让你女儿坐哪就坐哪儿。沈云亭，你好大的架子！我刚来到这儿，就看到你在这仗势欺人，怎么还以为自己是那个能呼风唤雨的少帅？这人是谁呀？竟然敢对少帅不敬！敢说这种话，肯定有他的底细，看看再说。周儿，你还真是命大呀，这都没死。沈云亭，
你少在这说风凉话！要不是你投了个好胎，又怎么可能会有现在的身份？怎么还以为自己是那个高高在上的少帅？如今大帅遇刺，没了他的庇护，我看全军上下能有几个人服？知道的还不少啊，没想到一个小小的副官，几天不见变成营长了。哼，那是因为梁副司令有识人之明，不像某些不学无术的二世祖，这偌大的家业，怕是都要断送在你手上。梁副司令呀，我当是借了谁的势？真以为当狗的给自己找了个主人，我就不敢动你了？我告诉你，要不是今天婉晴和萌萌在，就凭你刚才，我们毙了你！你害怕了？哪来的野狗，还想夺权？哼！看你能嚣张到什么时候！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还请王老师相纳。这种品相的珍珠，怕是价值不菲吧？真不愧是梁副司令的亲信，还真是财大气粗。这么贵重的礼物，不是一般人拿得出手的。这么贵重的礼物，我怎么好意思收？王老师，我平时在军中事务繁忙，没有什么时间照顾孩子。以后在私塾里，我们家朵朵还要靠王老师多照顾、多帮忙啊！哎，那是自然，那是自然。令千金一看就聪明伶俐，我看你就做。我要做那。朵朵小姐，那个位置已经有人了，要不我给你换个位置？不换，就要做那。王老师，如今大帅遇刺，这北境可不是他们沈家说了算啊！新一任的大帅选举，梁副司令才是众望所归，而我正好是梁副司令的亲信。哦，周营长说的是，既然朵朵小姐想坐在这里，那就让她坐在这里吧。沈萌萌小姐，麻烦你起来，我给你重新换一个位置。是我们下来的，凭什么要把位置让出来？王老师，你让我女儿把位置让出来，那你让她坐哪儿呢？当然是最后一排了，让贵小姐屈尊一下。真是虎落平阳被犬欺啊！可不是嘛，现在连一个私塾老师都敢在少帅面前耀武扬威了。就凭你们几个也想让我女儿让出座位，你们有这资格？沈云亭，你还看不清楚形势啊！如今大帅已死，你已经失了势，你的孩子就只配坐在最后一排。少帅，你不能因为自己一己之私，就罔顾其他家长的利益。如果你觉得令小姐坐在最后一排是屈尊了，那麻烦你换一家私塾。想必以你的身份，这也不是什么难事啊。听到没？受不了就赶紧滚！还以为自己是那个能呼风唤雨的少帅。我早就说了，他就是一个窝囊废，跟着他，你们永远没有好下场。你胡说，我爸爸才不是什么窝囊废。真以为有梁副司令给你们撑腰，就能为所欲为了？还敢在这装腔作势！我告诉你，没了大帅，你就是一条丧家之犬！周文，你没事吧？你还敢打我？原以为上次那几个巴掌能让你长长记性，没想到真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你怎么能打人呢？这里是私塾，不是你的帅府。这一巴掌打你有眼无珠，你算什么东西？也配在我面前指手画脚？你放肆！我是私塾的老师，你竟然敢打我！我要把你的恶行传出去，让天下的文人评判评判。堂堂少帅，居然打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师！呸！那这一巴掌，我打你斯文败类，当着孩子的面居然中饱私囊、趋炎附势，你真是枉为人师！你凭什么这么说？
你的所作所为，在座的家长都看在眼里。如果天下的文人都像你这般不明事，那我又何必在乎他们的口诛笔伐？王老师，你别害怕，等梁副司令拿下了帅位，肯定会为你主持公道的。梁副司令，我刚刚得到线报，少帅陪着他的夫人和小姐已经在去私塾的路上，周文应该也快到了。属下斗胆问你一句，你为什么一定要提携周文这个人呢？据我所知，这个人虚有其表，难堪重用的。我用他可不是看中他的才华，那是为什么？这人跟少帅结怨甚深，如今大帅遇刺，少帅就是我登上帅位的唯一障碍。我要借他的手铲除这颗眼中钉。还得是您想得周到了。走吧，我们也该去会会这位少帅了。禀大帅，梁副司令和郑军长他们已经开始调兵，出发去私塾了。终于按耐不住要对云亭动手，传我命令，集合去私塾。沈云亭，你别以为自己是少帅就敢在这为所欲为。梁副司令肯定不会让你这种人为非作歹的。周营长说的对，梁副司令礼贤下士，才是众望所归。等梁副司令掌权后，我看你这个少帅还怎么威风！哎，这一巴掌不打你有眼无珠，是非不分。一个乱臣贼子、谋权篡位的小人，在你口中居然成为了礼贤下士的好人。乱臣贼子虽然可恶，但是像你这种有眼无珠的小人，是真的该杀。去砍！沈云亭，王老师不过就是仗义直言，你却痛下杀手。要是让你这种人当上了大帅，那还有天理吗？我跟你们讲道理，你们跟我谈权势；我跟你们谈权势，你们又跟我讲道理。天底下竟有你们这般不要脸的人！沈云亭，我劝你别得意，等梁副司令长拿下了帅位，看你还怎么嚣张！只以为搬出梁副司令，我就不敢杀你了？是谁这么大胆，敢对梁副司令不敬？原来是少帅，属下多有得罪，还请少帅恕罪。郑军长怎么来了？听说少帅带着夫人和小姐来了私塾，又没有人保护。大帅刚刚遇刺，又没有找到凶手。梁副司令命我来带少帅去往安全的地方，还请少帅一驾跟我走一趟。梁副司令这么好心，派郑军长来保护我。梁副司令对少帅忠心耿耿，还请少帅慎言，是吧？那刚才这位周营长还口口声声地说，梁副司令要把我拉下帅，自己取而代之。看来是我误会梁副司令了。郑军长，你别听他胡言乱语，是沈云亭仗着自己位高权重，不仅扰乱私塾的秩序，还殴打了私塾的先生。是啊，郑军长，你可得为我做主啊！你看看，他把我打成什么样子了？少帅，对一个普通人下这么重的手，未免有失身份。郑军长还知道我是少帅，那现在有人在我面前以下犯上，恶意挑拨我和梁副司令的关系，罪该万死。郑军长，劳烦你替我动手，把这个包藏祸心的乱党救出。这恐怕不行。怎么，郑军长想抗命？我也是受梁副司令的命令来带少帅离开，并没有接到其他的命令。郑军长对梁副司令还真是言听计从，请少帅一驾。我若是不走，我们也是为了少帅的安危，还请少帅不要为难属下。还请少帅不要为难属下。萌萌别怕，有爸爸在呢啊！郑军长就是这么保护我的。敬酒不吃吃罚酒，若你一直自持身份的话，那就别怪我们使用特殊手段了。你们以为这样就能让我乖乖就范？我也只是奉令行事。如果少帅执意要为难属下，那就别怪我不客气。带走啊！有我在，我看谁敢在少帅面前放肆！
少帅，你和夫人还有小姐没事吧？没事。你们怎么来了？大帅得知叛军已经开始行动，特命我和张副司令前来救驾。没想到这帮畜生真的狼子野心，敢挟持少帅。属下救驾来迟，让少帅、夫人、小姐受惊了。无妨，你们来的刚好。若是来早了，怎么会知道这帮畜生早已包藏祸心？郑军，你好大的胆子，竟敢拿枪对着少帅！谁让你这么做的？你们这是要蓄意谋反吗？我们只是奉命来带少帅去往安全的地方，绝无冒犯少帅的意思。全军上下，谁不知道你和你身后的梁副司令有不臣之心？张副，有道是识时务者为俊杰。你已经老了，何必一条道走到黑呢？也该为自己以后考虑一下。你是什么东西？竟然敢挑拨张副司令和少帅之间的关系？沈家已经死，大帅虽然是老谋深算，但终究是棋差一招。没了他沈云亭就是一滩扶不上墙的烂。你们跟着这样的人，能有好下场？住嘴！少帅一世英名，岂是你这种跳梁小丑可以诋毁的？你们不会还以为现在的军队还是他们沈家之手这样？无论谁当这个家，也轮不到你一个区区营长说三道。上次让你逃过一劫，你不引以为戒，反倒为虎作伥，还敢勾结叛逆，对少帅欲行复轨。来人，把这个大逆不道的叛徒给我拉出去了！什么？你们！我可是梁副司令的人，你敢动我？给我拉出去！张军长，救我！张副司令，你一定要跟梁副司令作对吗？你当我是吓的？他若真敢为了这个叛徒跟我兵戎相见，那我奉陪便是。还等什么？给我拉出去！别了！慢着！自己人打自己人，也不怕旁人看了笑话。属下参见少帅。不知周营长有什么错，得罪了张副司令，竟惹得杀身之祸。一个戴罪在身的营长，胆敢冒犯少帅，杀便杀了，还需要向你梁副司令解释吗？梁副司令，别听他们胡说，是少帅仗着自己位高权贵，不仅扰乱私塾的秩序，还殴打了私塾的先生。有这种事？是啊，梁副司令，你看把我打成这个样子，你可得为我做主啊！你放屁！少帅怎么会无缘无故对你们动手？他只不过是一个教书先生，少帅又何必对他咄咄逼人呢？如果仅仅是为了泄愤而滥用私刑，我看这种人也没有资格接任帅位。放肆！你怎么敢这么跟少帅说话呢？大帅生前可是三令五申，不能欺压百姓。作为大帅的儿子，应该以身作则，而不是仗势欺人。你胡说！我爸爸才没有仗势欺人，是王老师嫌我们送的礼物太普通，还想把我们赶出私塾。爸爸气不过，才出手教育他的。你好大的狗胆，敢冒犯少帅和夫人，我毙了你！李市长，我劝你还是不要轻举妄动的好。梁副司令还真是御下有方呀，不过你以为混淆是非、歪曲事实就能把我拉下帅位，自己取而代之了？这个位置掌管着数十万将士的生死，更是关乎千百万百姓的生计，绝不是一个倚仗父辈余荫，实则百无一用的废物可以继任的。住嘴！少帅身经百战，立下过赫赫战功，岂是你三言两语就可以诋毁的？既然你已经决定造反，又为什么要想这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呢？我这样做也是害怕大帅和兄弟们辛辛苦苦打下来的基业毁在少帅的手里啊！大帅之位，非梁副司令莫属，这才是众望所归。你放屁！大帅刚刚遇刺，现在尸骨未寒，凶手都还没找到，你们现在就想夺权，是不是有点太急功近利了？除了梁副司令，还有谁能替大帅报仇？让少帅继位，本就是大帅生前就定下来的，而且我相信以少帅的能力，
继任后定能尽快找出凶手。我看未必。你这话什么意思？据我所知，少帅已经失踪了10年，终日以柴米油盐为伴，甚至连他的妻子和女儿都看不起他，家里的琐事都处理不好，如何处理这军国大事？我看这样的人根本就没有资格接任帅位。你说什么？少帅的前任夫人就在现场，如果大家不信，可以听听夫人是怎么评价咱们这位少帅的。少帅这10年的经历，你调查得很清楚啊，还敢说你不是蓄谋已久？杨副司令，我这样做也是为了顾全大局啊。小雪，别怕，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没错，我跟沈云婷朝夕相处的这些年，我能证明梁副司令方才说的都是实情。什么？有这回事？如果真像梁副司令所说的，那新任大帅的人选必须慎重。哎，我听我一个病人讲，少帅为了这个女的，把唾手可得的帅位都放弃了。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你们以后有机会到我的诊所去，我慢慢跟你们说。但是今天他能在这儿落井下石，这娘们就是个烂货。这些年，我和我的女儿从未享受过一天生活，离开了大帅的庇护，失去了少帅的光环。他沈云婷就是个一事无成的普通人，如果让他继任大帅，后果可想而知。赵若雪，你这样落井下石未免太过分了，云婷待你们不薄啊。无妨，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挺好的。如果不是他耽误了我和朵朵这些年，我们到现在也不至于看别人的眼色行事。走到如今这个局面，都是你好吃懒做、咎由自取。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得到。沈云婷到底有什么好的？到现在你还在维护着她？她现在都自身难保了。你们不会还以为跟着他就能享尽荣华富贵吧？做梦！无论贫穷还是富贵，云婷都是我的丈夫，是萌萌的爸爸。无论他是什么身份，我和萌萌绝不会像你们一样背弃他。妈妈说的对，我们是一家人，要永远在一起。说得好，这才是少帅夫人和小姐该有的品性和格局。不像他们包藏祸心，蛇蝎心肠。穆夫人和少帅才相识几天，这位赵夫人和少帅可是相处了10年之久，对他这个人的品性能力可谓是了如指掌。这下谁的话可信度高，就不用我多说了吧。郑军长说的对，堂堂少帅刚刚回归，就落得一个众叛亲离的下场。我看你还有什么脸面接任帅位？赵夫人刚才说的话，想必大家都已经听见了。这样的人配当我们的大帅吗？不会，不会，不会。这是少帅的私事，好像跟他的能力没什么关系吧？你这么做究竟是何居心？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少帅连自己的家事都处理不好，有什么资格继任大帅之位？两抹不才，在军中颇具声望，愿意暂代大帅一职。说的这么冠冕堂皇，不就是基于帅位吗？有我在，你休想！我知道你重谢，但是你就甘心兄弟们这么多年的努力葬送在这个黄口小儿身上吗？梁副司令说的对，沈云婷根本就不配当大帅，梁副司令才是大帅的不二人选。没错，我拥立梁副司令当大帅。梁副司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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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这才是众望所归。梁副司令为了今天，还真是煞费苦心啊！属下只是不忍心看着兄弟们这么多年的努力葬送在您的手里啊。不过少帅您放心，只要梁某人一旦登上帅位，帅府里的家眷我都会一一善待，永保他们荣华富贵。别再假惺惺的了，等你登上帅位，恐怕我会立刻步入我爹的后尘吧。
既然少帅您有这个觉悟，那我不建议送您下去见大帅。大胆！有我在，我看你们谁敢动少帅一根汗毛！你以为找来我的前妻，在山洞紧密亲信，就可以把我扒下帅位了？这座私塾里外都已经被我包围了，只要我一声令下，就能把你们一网打尽。明年的今日就是你们的忌日，帅位非我莫属。你敢？梁副司令真是好手段呀！真的是大帅，他不是遇刺身亡了吗？周文，我们现在该怎么办？这不可能，不可能啊！这大帅不是好好的，谁在那造谣生事呢？难道这几天散布的消息都是大帅的障眼法？这下可有好戏看了。大帅，怎么看到我没事儿，你很失望啊？怎么会啊？您吉人自有天相，绝对不会被那些歹徒下毒手的。我还以为你巴不得让我永远消失呢。属下不敢。那怎么我刚才听到梁大司令似乎对这个大帅的位置很感兴趣？大帅明察呀，属下对帅位绝对不敢有半点非分之想。实在是大帅遇刺，谣言四起，我误以为大帅已经遇难。少帅又年纪尚轻，终日不理政事，属下这才想暂代大帅一职。是吗？如今大帅平安归来，实乃咱们军中之幸啊！有大帅坐镇，军中宵小绝对不敢对少帅有半点不臣之心。我提议让少帅即日继任大帅之位。那看来是我冤枉你了。属下不敢。还有你不敢做的事吗？来人，给我把这个不忠不义的畜生抓起来！大帅，属下冤枉啊！你这种狼心狗肺的畜生，还配喊冤枉？我许你高官厚禄，对你恩重如山，可是你呢，居然对我的儿子还有军中一众元老赶尽杀绝！像你这种忘恩负义的东西，死不足惜！来人，给我把这一众乱党拉出去毙了！带走！我敢谁敢？这座私塾里已经被我包围，大不了跟你玉石俱焚。行了，你那些亲卫营已经被我拿下。什么？就凭你那些手段，也敢在大帅面前卖弄，真是不知死活！想到我谋划多年，终究还是失败了。我不服！你还是下辈子再害吧。来人，要把他拉下去，枪毙！大帅饶命！大帅饶命啊！梁副司令也真是眼睛瞎了，居然重用你这样一个废物，杀你脏了事。袁婷，这个废物就交给你处置。是。少帅，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这一切都是梁副司令指使我的。是吗？那这么说，让赵若雪过来落井下石，帮助你颠倒黑白，让我身败名裂，也是梁副司令让你做的？还是说，是你的主意？不，云婷，我没想落井下石，这都是周文让我这么做的。你少血口喷人！要不是你嫉妒少帅夫人的权势，怎么可能会让他们在大家面前出丑啊？你胡说！云婷，你千万不要相信他的鬼话，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呀！爸爸，你就原谅妈妈这一次吧，她真的知道错了。他不是知道错了，他是知道怕了，知道他的这位周营长靠不住了。杀了你真是难解我心头之恨。来人，把他拖下去，得给废了！少帅不要啊！少帅，少帅，大帅，大帅饶我一命啊！大帅，大帅！
少帅，这个人如何处置？少帅，饶了我吧，我一时糊涂，我这不是故意为难你的。这种人留在私塾也是误人子弟。交给你了。是，带走。少帅，少帅，他们怎么办？云婷，限你们7日之内离境，永远不能走。什么？爸爸，滚！不想再看见你们。云婷，不要丢下我们，云婷！既然闹剧已经结束了，我宣布，从即日起，云婷将接替成为新任大帅。还有谁不服？属下誓死效忠大帅。誓死效忠大帅。感谢诸位的支持。此次危机之所以能够化险为夷，全靠诸位将士的鼎力相助。此后，本帅将论功行赏，梁副司令就部只要未参与反叛，本帅既往不咎。多谢大帅。除此之外，我还有一个特别想感谢的人，我的妻子穆婉晴女士。如果没有她这么多年的付出，也不会有我的今天。所以过些时日，我将给她补办一场婚礼。届时欢迎大家前来观礼。爸爸，你太帅了！哦。小雪，豆豆，你是？小雪，是我是周文啊！你怎么变成现在这副模样了？还不是拜沈云婷所赐。小雪，我现在什么都，腿也被人打断。小雪，你会收留我的，对不对？你还有脸说？要不是因为你，云婷怎么会抛弃我和朵朵？你有今天的下场，全都是你咎由自取。小雪，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可都是为了你。豆豆，你能不能帮我劝劝你妈妈？你不是最喜欢周叔叔？要不是因为你们，我怎么会得罪沈云婷？现在这个现状，现在你们竟然说这样的话。我和朵朵可没有逼你做什么，这全部都是你自愿的。要不是你一心想把沈云婷比下去，事情怎么会发展到今天这种局面？没想到，我周文居然落到今天这个下场。没错，变成现在这个样子，是我咎由自取。如果你们得罪了沈云婷，你们也别想好过。不可能，云婷她只是一时气不过，大不了我跟朵朵天天去大帅府道歉，她肯定会气消的，她肯定会原谅我们的。你做梦！沈云婷现在的妻子和你比你们好上1000倍、10000倍，你们根本就配不上她。你胡说！爸爸最疼我了，他是不会丢下我不管的。原来你什么都知道，那你们还对沈云婷这样，当着她的面和我不清不楚，谁有钱，谁有地位，谁就是你爸爸。得一时小脸相迎，失一后恶语相对。我从来都没见过你们这么不要脸的母女俩！凭什么这么说我们？我说的有错吗？风着好好的少帅夫人、帅府小姐，偏偏用最伤人的方式把沈云婷赶走。你们现在后悔了吧？啊，晚了！我告诉你，这辈子都别想再踏进少帅府！你这条丧家之犬，我懒得跟你废话。丧家之犬！为了你们俩不惜得罪大帅，现在竟然成了你们口中的丧家之犬。这对不要脸的母女俩，我打死你了！多多，待会儿见了爸爸一定要乖一点，知不知道？
知道了，妈妈，你就放心吧。我们不是还带了他最爱喝的玉米排骨汤吗？爸爸一定会原谅我们的。怎么又来了？我说没说过不想再看见你们？云婷，我真的知道错了，求求你再给我们一次机会好不好？我发誓，以后我再也不会惹你和木姐姐生气了。是啊，爸爸，你就原谅我们吧。多多不能没有爸爸。别叫我爸爸，我不配。我只有萌萌一个女儿。云婷，你到底要怎样才可原谅我们？你是不是还在担心以后我和朵朵会欺负木姐姐和萌萌？我可以发誓的，以后你让我往东，我绝对不往西。只要你能让我回来，我可以做妾。我求求你了，你不要丢下我们，让我做什么都行。张若雪，你怎么能这么说我？是啊，爸爸，你就原谅我们吧。妈妈真的知道错了，还为了给你道歉，还专门熬了你最喜欢的玉米排骨汤。知道你不爱吃肉，还专门把肉都挑出来了呢。是啊，我还带了你最爱喝的玉米排骨汤，你看，这是排骨汤。是啊，这就是云婷最爱喝的玉米排骨汤。你错了，不是云婷不爱吃肉，是她为了把最好的给你们，故意装作不爱吃罢了。什么？怎么会这样？你从来没有把云婷的付出放在心上，由始至终你都觉得她对你们的好是理所应当。不是这样的。云婷，你对我和朵朵的好我都记得，我这辈子……行了，别再说了，我对你们的耐心都已经消耗殆尽了，不会再相信你们说的半句话。来人，宋哥。不要，云婷，你不要走，不要丢下我，朵朵，不要！别走，云婷！沈云婷先生，你是否愿意迎娶穆婉晴女士作为你的妻子？无论顺境或逆境，富贵或贫穷，都毫无保留的爱她，对她忠诚，直到永远。我愿意。我不愿意。沈云婷，我们结婚的时候可没有这么隆重的婚礼，难道你不觉得对我太不公平了吗？还是说你已经忘记你结婚那天对我的承诺？你说过你会一辈子对我好的。若雪，这一生你若不离，对不起，我会一辈子对你好的。我说过的话，我当然记得。那你为什么不能原谅我和朵朵？我说的话有一个前提。什么前提？你若不离，便不弃。我放弃了少帅的身份，陪伴了你们这么多年。对你们来说，我的真心不过是你们通往上级阶梯的绊脚石罢了。若雪，我已经有了真正的家庭。也有了自己真正在意的人，我们结束了。不，云婷，婉晴，这些年真对不起你。不要说对不起，你没有做错任何事。虽然我跟你相处的时间不长，但我相信你会是这个世界上最好的丈夫，最好的爸爸。我愿意跟你一辈子。云婷，你愿意娶我吗？我愿意。